明明有空车位，可是两旁都停有车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手是怎么停也停不进去。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个倒车入库最简单的方法，简单易懂，一学就会。就算你是一个新手司机，也能让你一把入库。这其中有的3个比较重要的点位，我都做了标记啊，一次性记不住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起来，方便你下次还能找得到。好，现在暴弟上车，反镜头就来给大家以第一视角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好，现在我们上车以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说，大家看一下，发现目标车位以后，第一件事儿，第一步贴近顺正，让我们的车辆啊贴近前方这根比较长的车位线。你不用保持30或者说50，你记住不和旁车剐蹭就可以啊。大家看一下，让我们的车身和这个车位线贴近顺直顺正的往前开，不能说斜的往前开。大家看一下我的后镜，对不对？我们的车身和这根线是处于平行的状态。好，直着往前开，马上就要到达第一个关键停车点位。好，哪里呢？大家看一下，盯住我们右侧的后镜。当我们的右侧后镜和这个车位线的底线对齐以后，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停车点位。好，现在啊，暴弟下车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啊。很多新手朋友坐在车内，他可能说不懂得我们第一个底线，我们的后镜对齐的是哪根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后镜和这个车位线对齐以后，这是我们第一个停车点位。你稍微错开一点也没关系，你只需要做到差不多停好就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底线和我们的后镜对齐以后，这是第一个关键停车点位。好，现在我们上车进行第二步。这里呢，暴弟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记住我们的车辆一定要和这个车位线平行才可以。你不能说你们啊后轮距离这个车位线比较近，前轮距离车位线比较远啊，这是不标准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贴近顺正一定要做好，然后呢，我们的后镜和车位线的底线对齐。现在暴弟回到车上给大家说一下啊，下步该怎么办。好，我们上车以后呢，接下来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把我们的车啊挂进前进档，然后呢，把我们的方向盘朝左打满。朝左打满，也就是说朝没有车的这一方打满。如果说你的车位在左侧，我们就朝右打满。我们的现在车位在右侧，我们就朝左打满，对不对？让我们的车尾想办法去对准这个车位。好，我们往左打满以后往前开，往前开的同时呢，我们盯住右侧的后镜啊，因为我们要在右侧后镜中看接下来的第二个关键停车点位。好，慢慢的往前开，往前开的同时盯住右侧的后镜。但如果说左侧有车辆啊，我们也要注意左侧前头，不能说啊顾头不顾尾，也不能说顾尾不顾头，对不对？好，慢慢的往前开。当我们在右侧后镜中发现后边车位第一个裤脚石，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关键停车点位。现在呢，暴弟下车给大家去看一下啊。好，比如说刚好看到这个裤脚石停车，这是第二个关键停车点位。现在呢，暴弟下车给大家说一下是哪个裤脚，因为有些朋友啊，他在车上他不知道，因为现在有2个裤脚，对不对？他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右侧后镜中看到的是哪个裤脚。现在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们在这个后镜中看到刚才我们后镜对齐的这个车位线这个裤脚石，也就是说我们在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后镜中看到这个裤脚石，这是我们第二个关键停车点位。此时呢，我们的车辆啊就和这个车位线保持一个45度角的关系。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车和这个车位线保持45度角，对不对？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啊，我们上车以后把我们的方向盘朝右打满，然后呢往后倒车，我们的车辆就可以直接进入车库内。大家看一下，你记住，想要车辆一把入库，要让我们的车辆和这个车位线保持45度角的关系，摆斜45度角，就是说我们的车辆，大家看一下，过来以后，好，这个角度是45度，这样我们的车辆啊就可以做到一把入库。第二个关键停车点，暴弟再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后镜中看到这个裤脚，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后镜对齐的这个裤脚时停车。好，现在暴弟上车以后继续给大家去讲解。好，现在我们坐上车以后，我们只有啊把我们的方向盘现在只需要朝右打满，然后呢盯住左右2侧后镜，慢慢的往后倒车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观察我们右侧后镜和左侧后镜，然后呢慢慢的往后倒车。当我们在左右2侧后镜中看到我们的车位线
和我们的车头啊平行以后，大家看一下，处于平行的状态了。我们看一下，对不对？两侧处于平行的状态了，我们就慢慢的把方向盘给回正。大家看一下，两侧都处于平行了，对不对？我们就把方向盘给回正。好，回正以后，我们直着的往后倒车。倒车的同时，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倒车影像，判断和后方的距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视镜中的前门门把手，大家看一下。当我们发现前门门把手和后方路沿石交叉重合以后，好，就像此时啊，我们的这个路沿石和这个门把手已经交叉重合了，对不对？此时我们停车就是刚好的一个距离。我们看一下倒车影像，对不对？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倒车时这个前门门把手去判断我们车尾与后方的距离。此时停车就刚好。我们记住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 N 档，拉起手刹。如果说你要停车，你要走了，那么我们挂上 P 档熄火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暴弟要下车，我们记住一定要挂 N 档，拉手刹，不能让我们的车辆溜车了。好，开门呢，我们的这个门也可以啊打开，不会说碰到旁边的车辆，对不对？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左侧停的刚刚好，看一下尾部也是在刚刚好的距离，看一下右侧也是刚好的一个距离。我们再看一下车头，我们车头也是刚好在车位线以内，对不对？那么此时我们的车辆也就停好了，也就是说刚好一个倒车入库的方法。那如果说你不能做到一把入库，现在呢，暴弟在上车以后教你一个调整的方法，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就是说你这些点位你都没有做好，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你都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通过调整的方式进入车位？好，现在暴弟啊将车给开出去。就是说什么情况呢？很多新手啊他做不好这些关键的停车点，也就是说这些点位对不准。就像这种情况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视镜第一个点位对准了，对不对？那么在往前开的过程中，左上的过程中，它没有在这个后视镜中看到这个库角，大家看一下，就像这种情况，没有在后视镜中看到刚才我们后视镜对齐的那个库角，对不对？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直接挂到倒档，往右打满方向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大家看一下，先看我们的倒车影像，我们距离后方这台车越来越近，我们是倒不进去的，对不对？我们观察右侧后视镜，右侧后视镜中看不到旁边这辆黑色的车，而我们在左侧后视镜中可以看到啊，我们再往后倒车就会撞到后方这辆车。下车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再往后倒车，我们的车辆是不是就可能说碰到后方这辆白车呢？这就属于啊我们拐得早了，也就是说没有到位。好，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到后方来看一下，右侧特别的宽，而左侧特别的窄，再往后倒车就可能剐蹭到，对不对？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右侧距离过大以后，那么我们就挂入前进档往左，也就是说往它的反方向打，让我们这个距离变小，让这个距离变大，对不对？把这边的距离给挪过来一些。我们要做的方法就是说回正方向盘往前开。好，上车以后啊，因为刚才我们发现了右侧距离过大，而左侧距离太小，对不对？我们就把方向盘朝距离小的那一方打满，然后呢往前开。观察左右两侧的后视镜，并注意车辆前方这辆车不要剐蹭到。好，当我们发现左右两侧的距离错开一些以后，大家看一下，距离已经错开了，对不对？就像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能说把方向盘再往右打满，往后倒车，我们的车辆就可以说进入车位了呢？对不对？现在暴弟上车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再把方向盘朝车位的方向打满，也就是说朝右打满，然后呢慢慢的往后倒车。倒车的同时观察左右两侧后视镜，当发现车身和车位线平行以后，大家看一下，但是呢有些老铁可能说发现了左侧特别窄，对不对？而右侧距离还是有点宽，那么我们就再次把方向盘朝比较窄的这一方打一些，然后呢往前开，拉开一点距离，大家看一下，对不对？这个距离拉开了，右边也变窄了。此时我们回正方向盘往后倒，边倒车边动方向，让我们的车辆和这个车位线保持平行以后，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是前窄后宽，而这边是前宽后窄，所以说我们车辆还是对于车位来说还是一个斜着的状态，我们还是要在倒车的过程中要调整这个方向盘。大家看一下，车辆还是往左边斜一点，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倒车的过程中，我们要往左边打一点方向，让车身本来是这样的，我们摆直以后往后倒车，这样才是一个刚好的。好，
我们现在上车，把方向盘朝左打一点，往后倒，就可以让这种左右两边平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啊？我们倒车的同时，把方向盘朝左打一点，来看一下，朝左打了一点，对不对？好，现在是不是发现我们车辆和这个车位线越来越平行了，对不对？当发现完全平行以后，我们再回正，然后呢再直着往后倒，大家看一下，两边都平行了，对不对？都成了直线。好，还是那个方法，看这个倒车影像，或者说看我们的前面门把手往后倒。好，此时停车就是刚刚好的，记住啊，挂 N 档拉手刹才能下车。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车辆是不是又停的刚刚好了呢？看一下尾部，右侧也是一样。此时我们就把车刚好的停进车位了。怎么样，朋友们？只要你学会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没有你停不进的车位。